只红头绿身的绿豆蝇搁肌肉上续了个小须儿，没过多久，肉块就开始发臭变质，上面爬满了大蛆。然而黑心的老板却毫不在意，压根儿不当回事儿。只见他滋个儿一些按动开关，腐烂的鸡肉顿时被搅成了肉泥泥，接着加入科技与狠活的酱汁儿，充分浇在肉泥做成的鸡块上，撒上果粉和调料后，将其下入250度的地沟油里，高温那么一烹炸，色香味俱全的勾魂鸡块便制作完成。此时刚好轮到排了半天队的安妮取餐，只见他随手拿起鸡块，咔嚓就咬了一口，殊不知这他妈是坏虫口入啊！很快，安妮的小脸上就长满了脓包，身边的同学见此情形，立马凑过来嘲笑他一番，而学渣栓子更是在课堂上整蛊起了安妮。只见他伸手轻轻一拽，不料安妮的马尾辫就直接连皮被扯下，没等栓子反应过来怎么事儿，安妮就张着血盆大口将其扑倒在地，硬生生从他的面门上咬下了块肉。一旁的老师见状，急忙出手制止，并把栓子带到了医务室进行检查。而刺头黄毛则气冲冲地找到安妮，准备给自己的哥们栓子报一口之仇。可没成想，安妮二话不说，起身照着黄毛的面门滋啦就挠一爪子。很快，黄毛跟他们发了疯似的逮谁挠谁。而这一幕也恰巧被门卫大胖瞅个正着，看着同学身上留下的血迹，顿时给大胖吓他妈拉了尿了。于是他急忙拿起对讲机，呼叫校长，呼叫校长，学生们乱了套了，他们把老师撂地上啃上了。一听此话，校长以为又是学生们搞的恶作剧，随后便怒气冲冲来到操场上，咧着大嘴呵斥：“我数3个数啊，都麻溜给我滚回教室去！”可没成想，他话音刚落，就被一群已经变异的学生给团团围了起来。不等校长搞清楚怎么事，整个人瞬间就被扑倒在地，直接卸成了8块，伴随着阵阵哀嚎声传出。此时屋内的老师们听着动静，赶忙起身查看。可当众人看到血丝呼啦的一幕，顿时都他妈吓拉了尿了。唯独只有体育老师大高个子独自一个人搁那哐哐运球投篮，丝毫没意识到自己被丧尸给盯上了。等他反应过来情况不妙，回头查看时，变异后的学生已经将他围了个严严实实。大高个见状，急忙壮着小胆出言警告：“那什么啊，我可是老师啊！混那玩意儿要造反呢！”没成想，变异的学生却压根儿听不懂威逼利诱，一个个张着血盆小口，步步紧逼。危急时刻，见势不妙的大个急忙撒丫子开撩，只见他凭借灵活走位和贼拉快的速度，终于赶在被挠的前一秒成功躲进了教学楼里。等进到办公室，气喘吁吁的他本以为自己福大命大，总算躲过了一劫，但殊不知真正的危险正朝着几人悄然来袭。眼瞅着屋外的小瘪犊随时都有破窗的可能啊！吓得老师急忙用座机报警，寻求佛伯勒的帮助。谁知没等老师说出地址，电话线就被一头丧尸直接扯断，而众人的手机也被校长按照规定给没收。一时间，众人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一辆警车朝着校园驶来，车上的警员看着操场上活蹦乱跳的学生们，以为是学校搁这举行 cosplay 呢，于是便晃悠着走到铁网前凑热闹。哇哦 baby what are you 弄啥的？说罢，警员便伸出小手准备安抚学生的情绪，结果就被丧尸给啃掉了2根手指，顿时给警员疼得滋哇乱叫。发觉情况不对，他急忙撤到车里准备开撩，可殊不知安妮已经神经钻了。眼瞅着警员被当场咬死，直接嗝屁，瞬间大高个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，他不顾众人劝阻，准备和丧尸决一死战。可没曾想，刚一开门，一头满脸是血的丧尸扑了过来，但好在大个眼疾手快，直接一把将其摔在地上。紧接着丧尸啥事没有，随即站了起来。小瘪犊伸手抓住身旁的女老师，直接一头砸进了柜子里。一旁的大个见此情况，急忙锁上了肛门，然后带领几人火速逃到了图书馆进行躲避。在这里，几人发现了一个尚未被感染的学生，于是他们将其带上，开始了正式的逃亡行动。此时被锁在柜子里的丧尸经过一番折腾也撩了出来，紧接着他来到门口，打开房门，将自己的小哥们小姊妹全都放了进来。而脱离虎口的几人则掐准时间点来到屋顶的露台上，试图向前来接孩子的家长说明。看着不远处驶来的一辆闷闷车，几人赶忙招手示意，可此时车内的宝妈只顾他们打电话，压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宝贝嘎达已经变成了丧尸，此刻就站在车外死死的瞅着自己。紧接着男孩嘿嘿一笑，随即开门上了车。宝妈只顾跟他们小闺蜜打电话唠嗑，压根没有察觉到老大已经把老二当成了开胃小菜，一口给咬死。等他透过后视镜观察到不对劲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就这样式，宝妈也成了老大的口中之物。屋顶几人见此情形，顿时吓完巴了，个个咧着大嘴不停的惊声尖叫。没成想，响动却引来了更多丧尸的注意，无奈众人只好着急忙慌往屋内跑去。然而由于一时紧张，体育老师大个没能及时关门，导致一头丧尸见缝插针，直接钻进来。大个见状，当即拿起灭火器，朝着丧尸的脑花篮砸了下去。成功将他干死之后，严谨的生物老师突然对丧尸携带的病毒感了兴趣，于是他通过检测的小瘪犊的血液得知，这个病毒只会在小孩人群中传播，而大人即使被挠了也不会感染。听到这话，几人高兴完毕了，立即便商量起突围的计策来。经过一番讨论后，几个人决定开着大个的闷闷车逃离此地，可车钥匙却落在休息室了。为了尽快逃出校园，2名身材矮小的老师顺着排风管道来到休息室取钥匙，可不料就在返回途中却意外遭遇丧尸的突然袭击，俩人只好着急忙慌的拐进图书馆里暂时躲避。为了尽快与同伴会合，开车离开学
学校。男老师急忙给包里翻找有用的东西，当他看到随身携带的安眠药，男老师心中顿时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。只见他把安眠药从门缝全都扔了出去，果然丧尸看着白色的小颗粒，以为是糖果果，随即被一窝蜂的抢了起来。就这么事，经过半个来点的漫长等待，当两人再次打开房门之时，一头头小可爱已经被迷晕了，当场昏睡过去。两人见状，赶忙来到走廊和众人汇合。为了扫清路上的障碍，大哥趁机在器材室翻出一套工具，并且用棒球发射器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攻击武器。途中一旦有丧尸想要靠近，大哥便毫不犹豫将其迅速干倒。等几个人过五关斩六将，迅速冲到操场后，却发现哪都他妈是丧尸，数不胜数。见此情形，大哥先让几人先行撤离，自己留在断后。可没成想，话音刚落，大哥就被成堆的丧尸围了个板板正正、满满登登。眼瞅着丧尸人多，就是指定救不了，于是几人只好趁机开溜。等把车开进市区之后，几人这才通过电视正在播放的新闻得知，原来现在整个美国都遭受病毒的袭击，而这一切的源头正是那些变质的炸鸡。就在几个人看得正起劲之时，身后传来一声响动，警觉的女老师下意识扭头一瞅，发现身后密密麻麻围的全他妈是丧尸，顿时给几个人吓完巴了。危急关头，他们也慌不择路的跑进了一家工厂进行躲避。谁知等几人走近后，才发现这里他妈是病毒的源头——炸鸡加工厂。但此时这里被丧尸改造成了一座游乐场，一头头小可爱正身处其中，玩的不亦乐乎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个黑影径直闯了进来，警觉的几人拿手电一照，发现是大个儿，他还没死。来不及解释，大个儿急忙招呼众人上车，而他自己则拿呲水枪照着丧尸噗噗一顿狂呲。这架势顿时给男老师整懵逼了。铁子，你搁这玩这套呢？丧尸可不吃这一套啊！谁他妈告诉你这是谁？说罢，大个戴上小墨镜，随手搁胸前呲了着火柴，往地上这么一扔，噗一下，熊熊大火瞬间将整个工厂引燃。最终在大高个的带领下，几人驾驶着闷闷车潇洒的扬长离去。